今天继续之前狂战和战斗祭司和雇佣兵之间的故事啊。之前已经聊了，总体上来说，狂战方是处于劣势的一个地位。那狂战方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或者说他有没有什么机会来，加上一个某些还不错的队友来强力的去对抗一下这个对局呢？所以今天我们主要讨论的是这个话题。我会简单的分享一些狂战加上不同单位之后对这个对局的改变。那今天主要的思路就是在速度方面，看看能不能帮助到狂战，通过各自上点的方式来去击败这个战斗牧师和雇佣兵。因为我们知道啊，狂战其实是个也速度非常强的单位，因为它可以砍掉一个单位，那它其实身上的这些技能啊，也可以发在去一个强点的位置上。如果你5点和对面同时叫杀，那对面的战斗牧师和雇佣兵是根本不敢动的。如果你个3级一个在狂战的点上，那你一旦离开了脱离了自己点，狂战直接是可以抢掉你离开的那个点的。那4级狂战也是可以直奔底线的。所以说狂战可能会在各自上点的道路上有所突破。所以说我们就来考虑一些狂战搭配一些有一定速度的队友，比如说鸟，比如说轻骑兵。那这样子的话，这些对局其实是在我们的平时的抓将当中还是非常可能遇到的。一旦这些结论发生改变，那对于我们抓将 BP 上的博弈就改变了很多。好，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些对局。今天的第一场对局是有关于侦察兵的，这里面我们的侦察兵设定是侦察兵只抢到了1步。我们来看一下结论发生什么样的情况。这里我们看到起手是侦察兵、步兵和皇家币，所以说这里侦察兵只能是赚了一步的。那剩下的布局我们就不多说了，因为这个对局的布局，上一期我们已经讲了太多了，我们就不多说了。这里可以看到是我们这边狂战士方选择是每个人都去控制一个点。如果说战斗牧师和雇佣兵方不做任何改变的话，看看局势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里鸟在2回合就可以完成控点。狂战士方为了让自己的队友呢动得快一点，因为将来自己总归可以把这个点控掉的嘛。我们因为雇佣兵和战斗牧师他的队友剑士啊，他是没有出门的，所以说这里狂战士方是考虑让自己的队友动得稍微快一点。好，回合到这个稳定的局面，这边招完。那这里我们上一期已经讲过啊，也不是很关键。战斗牧师和雇佣兵方是4点，而狂战士方其实是差一控制就拿到了4点。接下来看一下啊，狂战士方的手牌是狂战、家族币和鸟。我们知道天胡手牌一定是天胡手牌应该是狂战、鸟和步兵吧，就全抽了有用，总归是比较厉害，对吧？比较厉害。那狂战士可以考虑走出来一步或者其他。这里抽的不是最天胡，但是抽到了鸟。鸟是狂战士方他的队友里面走的最快的嘛，鸟已经完成了控制，他马上就可以走了。这里鸟先走一步没有问题。雇佣兵和战斗牧师还是用老的自己打法来行动。这里家族币就赶快招鸟，这样的话下一个背包啊，双鸟是必然能把这个点控的，直接有一种6点叫杀的感觉有没有？那这边雇佣兵还是老正常思路，C 出来一步，剩一个战木，这里狂战就最后第2步就直接把点控掉，剩2级狂战。那狂战一定能拿下这个点，下一回合一定抽步兵，步兵能控制掉这个点。那战斗牧师这个时候被迫走出来了，如果再叠，肯定是不是太慢了，对吧？狂战士在这边叠，你一个雇佣兵砍到他，砍猴年马月，那得出来。出来有以下几个好处啊，下一回合如果你狂战士不来砍我的战斗牧师，我是可以1回合秒点的。如果说你不抽的是没有抽，侦察兵、步兵的话，你赢不了，我拉先活下来，然后战斗牧师再去抢这个点，基本上就存活了。那这里抽到狂战的情况下，忌惮于战斗牧师，他可以一个回合打光点上所有的狂战士，这里狂战士就选择先把这个战斗牧师砍了就还剩1级，那雇佣兵把他砍了。这里有个操作错，这里有个操作错误，这个地方狂战士应该先填，那这边战斗牧师他们也就让了一下啊，这边伏笔消除，我们为了拆棋伏笔消除，
那这个回合结束是打成这个局面。那接下来因为战斗牧师方是后手，雇佣兵还没有在点上，这个回合抽到双鸟，狂战士是不是就直接赢了啊？对的，非常的合理。这里我们看到狂战士至少在这样子的局面下胜率大大提升。我们再来回看一下前面，狂战士方要抽到什么手牌，这个地方才能苟住。首先第一点，在双方各自完成15手手牌之后，这里能抽到鸟，相当的关键，相当的关键。这里是能抽到鸟，因为这个样的话，鸟可以多动一步。我们可以看到，步兵在下个背包当中抽步兵的时候重新洗袋了，相当于2次洗袋当中，步兵被少抽了一次。所以说，这里鸟能不能被抽是一个关键的问题。然后狂战士能不能被抽，应该也比较关键。否则雇佣兵就能上点。不过考虑到雇佣兵这里上点的话，狂战士在出门砍了，怎么样，不是特别确定结论是什么样子。但是毫无疑问啊，这里鸟是极其关键的。然后这一步打完之后，我们可以看啊，这一手牌是必抽步兵的。那这个地方如果抽双鸟呢，应该是直接赢，抽双鸟肯定直接赢了。那抽个家族币可能就不一样，因为这里被迫是要把战斗牧师砍光。那这个回合是至多2雇佣吧，至多摸2个雇佣兵，所以雇佣兵砍一下。那这个地方如果是个家族币，就极其的尴尬，这边会让雇佣兵上点，然后你没有抽到鸟的话，别人就把这个战斗牧师贴下来，抽到鸟的话，逼别人应该是换一个拉仙，然后狂战再考虑贴在这里。那我觉得啊，如果说是没有直战，没有换了，哪怕是换了个拉仙，看上去也不错。是不是看上去也不错？因为狂战士可以贴在这个点上，然后你的战斗牧师已经无了凉了，那你得是雇佣兵过来上这个点的话，鸟呢还能去砍一下剑士的点，是一个拼刺刀。然后好像狂战士这方面我理解应该是没有亏太多，包括自己手上有个拉仙，可能小优一点点。那如果像这边抽的好的话，应该狂战士是直接在这个回合是能赢的，雇佣兵根本上不去这个点。好的，我们会看到这边那个回合抽鸟的话，狂战士我认为稍微优一点点。那接下来再综合考虑，不确定，可能狂战士小优一点。如果抽到鸟，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没有抽到鸟的情况。好的，这里呢我已经为大家把这个棋盘已经设置好了。那我们看一下，这里狂战士方抽到的是狂战士、骑士和皇家币。然后战斗牧师和雇佣兵他们没有太大的问题。这里啊，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因为这一手牌没有抽到了侦察兵，导致其实侦察兵和普通队友的速度变成了一样的。因为普通队友多抽了一下，虽然你的侦察兵天生快一步，但是这步就被抵消了。那这里的皇家币啊，选择招募侦察兵也好，还是招募队友也好，我觉得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了。没有太大的差别了，因为在下个背包开始的时候，双方的频率是一样的，然后启动也是一样的。那这里最大的问题是下一个背包啊，没有人可以叫杀，对吧？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如果还是用之前刚刚的打法，打到这个地方为止，这里是一个7个币的背包，那我们招募了一次侦察兵，那这个侦察兵在这个背包完成之前，他仅能上点，至少在6手牌之内啊。它仅能完成上点，那对于就是没有办法叫杀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对于战斗祭司和雇佣兵他们这一方就有很从容的时间来应对它。这里呢，它其实抽的不太好，甚至是没有抽到狂战在这个位置。那当然，其实情况已经没有太多的差别了。这边狂战呢，也只能填在这儿。那填在这儿和填在这儿其实也差的不是太多。那唯一的差别是这个战斗祭司你没有把它砍掉，导致这一局其实狂战方崩盘是非常的明显啊。我们可以看到很快，战斗祭司方就已经要赢了。但根本性的问题是，如果你狂战士顶在这里还能把它砍掉的话，这个回合鸟呢基本上是仅仅只能去进行没有办法进行一个叫杀的没有办法进行叫杀。我们可以回看一下这一手牌，
如果是狂战士出来的话，这里是摸了雇佣兵摸了战斗祭司和雇佣兵。那狂战士如果摸了一个狂战士的话，也是只是把他砍了，然后紧接着被雇佣兵砍了以后，可能雇佣兵就能上点或者其他，然后怎么样？如果这个位置被上了点，然后你这个地方没有反向去叫杀他的话，我觉得可能是，也就是说，雇佣兵方依然是个后手，那可能在最终的决战当中还是颇有一些优势，因为双方跑点，我认为可能还是谁后手谁优势一点啊，这应该还是蛮明显的。所以说啊，总体上来说啊，可能狂战应该是胜率被提高了。那不过战斗牧师和雇佣兵方就没有解决方案嘛，因为很直觉的一点是，你让这个鸟啊太轻松的上这个点了，所以说我们会考虑要不要把这个队友啊提前走出来去控一下这个点。所以说战斗祭司和雇佣兵他们应该要改变自己的打法了。我们看一下改变自己打法之后的情况会是一个什么样子。这一局就来看一下双方各自转换了各自的策略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变化。这里狂战方和战斗牧师方都试图选择各自上点的方式。开局目标应该没有什么太多可以值得探讨的地方啊。我先把第一圈过完。好的，因为战斗牧师这一方他也去选择了各自去控制的一个思路，所以说他开局如果是使用了2次招募指令的话，那它意味着他就是有6个币在背包当中，对吧？双方都进入了一个6币开，那双方都进入个6币开之后一定是没有办法连摸2回合雇佣兵的。那所以说这里就默认所有的战斗牧师、雇佣兵他们就是雇佣兵是会叠3之后用那个家族币啊，把这个雇佣兵跑上来，然后战斗牧师是争取多抽一个币把自己叠了。这里应该是可以把这个战斗牧师发动他的技能啊，把多抽一个币的。然后我们看一下一般会发生什么情况，这边就不多说了，无需赘言了，我们直接跑一下。这里战斗牧师应该是抽自己，抽自己的话是应该还蛮理想的。不过这个手牌是可以稳定让战斗牧师自己抽自己啊，然后可以把它顺便叠掉。对，这边上点，然后狂战士方，各自上点啊。我倾向于这种啊，你已经看到对方的元帅准备出来了，那大概率你的鸟是不能贴上去的，对吧？因为你是一步的鸟，这个回合刚刚才控制完，那下回合不太能贴上去，要叠再进攻，那可能也就慢了点。所以这里考虑是靠狂战士完成最后一个点位的击杀，所以说背包里优先去多存一些狂战士，所以说这边狂战士是选择出门而不是选择叠4。好的，这里元帅上点哈，大家进入了这样子一个状态。那我们简单看一下，战斗牧师方他们是4币的背包，就是战斗牧师、雇佣兵、家族币和一个队友，然后取决于摸谁。然后战斗牧师此时此刻战斗牧师还是没有完成毕业的，所以说战斗牧师方需要用这个家族币去招战斗牧师，这基本上板上钉钉的。然后狂战方的手牌就比较的奥义，这里我先指出一点啊，狂战是如果这个地方啊抽了双狂战。比如说是狂战侦察兵，那侦察兵叠了，狂战这个回合可以上门控点，控完以后下一回合就是叫他了。大家能理解我意思吗？因为狂战士加侦察兵是最糊的一个手，因为叠完了这个侦察兵之后啊，你是下回合必然抽家族币、步兵，也就是第三队友家族币第三队友和狂战士的。那你此时此刻第一动可以把步兵完成控制，处于一个5点的状态。这个时候，战斗牧师和雇佣兵都没有办法动，能明白我意思吗？都没有办法动。所以说这个狂战士是非常之优的，只要雇佣兵一动，你赶快就可以把他们屁股上的点去做掉了啊，是完全可以完成屁股点上做掉的。所以我这里判断啊，这一手牌如果摸了2个狂战士，应该是狂战方优，战斗牧师方应该要不顾一切的上来贴一下狂战，但是没有用，他没有手牌啊，去进行一个拉线哦，可以，他极端打法可能是
这里雇佣兵先控制，或者雇佣兵不控制也直接上来。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另一条支线了，就是不再是传统的各自上访了，各自上点的思路了。但如果是的话，得是用这个雇佣兵控制，然后用家族币跑这个，用家族币再去招募一个雇佣兵，然后让雇佣兵贴狂战啊，然后对，让雇佣兵贴狂战，贴完狂战以后用这个战斗牧师啊拉个线啊之类的，才能勉强去绞杀这个狂战。但是啊，如果不是特别清楚的话，应该是，如果这里不使用拉线这种操作的话，狂战士应该是一定是可以跑点的。如果你一直定死在这个点上，狂战就叠四，然后就跑这个点就可以了。当然，如果说战斗牧师方选择这么出门呢，第四队友是贴在这儿会稍微好一点，稍微好一点。不过这俩人非常的尴尬，就是根本不能动。然后你狂战士也可以再通过空过，然后让再动自己的队友再出去操作。我认为这个方面应该是狂战士会更优一些。最后具体的细节我是没拆，也可以留给大家做思考题吧。那这里我们简单看一下狂战是没有抽到2连狂战的一个情况。这里步兵先完成控制，这里就正常打啊。那狂战上去，这地方走完呢，应该还是那狂战上去不动。这里选择了用战斗牧师贴，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思路吧。反正先把战斗牧师送掉也可以。那这里因为是没有狂战，这里呢可能就无关紧要了。这边把侦察兵叠了以后，然后在战斗牧师方再看，战斗牧师方应该是把这两事情完成，考虑拉不拉先。因为如果是狂战的话，控点的话就直接拉先，否则吧你就把战斗牧师锤了，然后他可能再考虑再搞一个雇佣兵上搞一个那个雇佣兵上来。应该总的来说是这么个思路。我觉得即便是2狂战呢，战斗牧师雇佣兵也没那么的，也反正可以打一打吧，仅此而已了。这里选择雇佣兵也贴上来，强贴这个狂战。那狂战此时此刻，首先第一点，狂战方就进入了非常尴尬的情况。一个是自己没有机会偷点了，因为身上的皮会掉。我们看一下第一点，控制皮会掉，对吧？比较尴尬。然后这里的要义啊，战斗牧师方要义是一定不能让他能抢点吧，所以该砍还是得砍，砍一刀。这里狂战是得考虑偷点，不偷点就是只能转招鸟，鸟肯定是叠一下嘛，因为鸟直接出门也是被别人一刀砍掉，肯定也是被一刀砍掉，这边叠一下还是比较合理的。这边袁绍完成控制，然后这个狂战是这里选择是把这个战斗牧师砍了。当然，总的来说，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再叠也是比较尴尬的，也是比较尴尬。不过，再叠一下可以把那个对面的可以逼迫对面把拉先交了，因为你再摸狂战就直接赢了，所以对方一定要拉先。这里我这里是演示了一下这个砍战木的情况，可能拉线我也是试过，因为这边这一手拿到了双雇佣嘛，然后雇佣 ra 2刀也可以。这里总的来说，雇佣兵这里是否砍狂战，只取决于狂战能不能一下子把点偷了。如果不能，就可以考虑做些别的事情。那这样子的话，还不能的话，就是他雇佣兵先动一下，然后这边鸟只有一动嘛，它只有叠了，然后上点，这里狂战自始至终都没有摸到，那这边雇佣兵也就是轻松赢了。总的来说，我认为，因为后面的局势啊变化多端也非常的，就是分支也是比较大了，我这边也就没有很仔细的去往大家拆。我个人在这里的判断基本上就是这一手牌当中，狂战是摸2狂战会优一些，如果没摸到呢，是雇佣兵战木方会稍微优一些。那总的来说，这个位置摸两张狂战士的概率约是30%，然后再结合开局啊，狂战士方应该比战斗牧师雇佣兵方更容易卡手一些，所以说我这里稍微偏向于去认为战斗牧师结合起手卡手的情况，我觉得可能还是战斗牧师雇佣兵方稍优一点，
就是综合来看。这里应该是单部的鸟是已经帮大家分析完了。那由此可见啊，如果说是走了两步的鸟啊，那这边地方可能狂战士会就优更多，因为两步的鸟就意味着这个回合鸟是已经叠了的。你可以看对方走出来以后，那鸟可以叠，这样子的话，狂战士方摸双狂战的概率就会变成是一半。那剩一半会很优的情况下来说，狂战就非常舒服了。然后并且将来除了一半啊，将来还可以少叠一次鸟，或者鸟可以走得更快一些，总体上的优势还是不言而喻的，可能会转换成一个狂战士稍优的一个情况，这是我个人的观察。所以说鸟呢，大家也就综合判断吧。我认为可能啊，有些不得不接受的对局下，如果你能拿到狂战士鸟，我觉得是可以一试，可以一试。特别是对方也不一定完全知道谱吧，对吧？对方不知道谱的话，你可能就会利用你知道这个拆解过的情况去取得一些优势。总的来说，我们应该是给大家已经分析的比较透彻了。接下来我们再简单看一下轻骑兵的情况。我们来分析一下狂战是轻骑兵对阵战斗牧师和雇佣兵之间的情况。这里啊，因为已经有狂战士侦察兵的对局做铺垫了，所以我们基本上一定是知道战斗牧师、雇佣兵不可能就是弱侧的队友不出门的，这肯定是大劣。你打鸟都不行，你更何况是面对一个轻骑兵呢，对不对？所以说，这里战斗牧师、雇佣兵我就不探讨他们，这是弱侧队友不出来的这个情况了，直接讨论各自上点。那轻骑兵这里会有以下几个问题：开局招不招轻骑兵？怎么招？什么时机招？就是开局正常我们稳定状态是6B 嘛，这里面招几个轻骑兵？先我们来讨论只招募一个轻骑兵的情况。这个情况，我认为，我们直接看吧。我也并不知道，我也很难定义说招轻骑兵好与不好。这里我们直接看结论在看结论，在分析对局之前啊，我们先简单思考一下啊，这里轻骑兵和侦察兵之间的差距有多大？逻辑上来说，我们的思路肯定是轻骑兵一个人把点跑完，这件事情肯定比轻骑兵上点、队友上点要好一点的。轻骑兵上点、队友上点，基本上等同于一个单步的鸟，这没有问题吧？因为轻骑兵转一步，鸟也转一步。那再往下看之后，一定是轻骑兵更优的，因为轻骑兵下一步就直接可以跳点了，或者2步跳到底线的点，这一点鸟一定是做不了的。所以说轻骑兵啊，至少严格来说不弱于鸟，不弱于这个侦察兵，对吧？然后那轻骑兵是一个人跑点还是和队友一起跑点呢？这里倾向于是轻骑兵一个人跑点，轻骑兵跑第二个点的时候和队友啊跑第二个点的时候，步数是相同的，都是轻骑兵在第一个点控制完之后也是一步控制，队友呢在这个位置，开局队友是走出来对吧？也是一步控制，但是轻骑兵可以更好的有效的帮助狂战士方压缩牌库，来拿到更高密度的狂战士。因为你本来是需要轻骑兵和队友都在排库当中，而现在只有轻骑兵一个人在排库当中。鉴于我们之前已知鸟的结论啊，就是没有办法是在背包杂乱的情况下就直接叫杀获胜的，所以说这里我认为是跑轻骑兵一个人会更好一些，所以说我们也就不再去测试轻骑兵和队友双跑了。那我觉得结论应该跟鸟差不离，对吧？我们直接看轻骑兵单跑，这里是只招募一个轻骑兵的，我们直接开到各自的15手之后，这里简单说一下啊，战斗牧师雇佣兵方的在在这个第二圈牌的情况下来说，就已经面临一些随机性的问题了。就是战斗牧师控制完以后，他会不会摸战斗牧师？这里有可能是必摸战斗牧师，比如说你是雇佣兵元帅和战斗牧师的第一手，你就可以在第二回合背包那个弃牌堆当中只有战斗牧师的情况下，你去抽，这样的话你是必摸战斗牧师的。你也可能情况很糟糕，你摸的起手第一手是家族币、雇佣兵和剑士，你有可能是得把这个雇佣兵啊推到点上，剑士上点，然后战斗牧师再上来再控制，这样子的话你是40%概率连摸
战斗牧师，同时呢也会影响接下来的背包会成什么样子。这里我们就不过多的展开更多的讨论。理论上来说会影响对局，但是我们只是看个大概，看一下整体上来说双方的优劣势的情况，以及双方各自的更优的解是什么样子的。那一定是存在抽的不好的情况嘛。这里我就不过多展开讨论了。然后因为篇幅也有限，并且分支情况也着实比较多，我就不去便利这些情况。我们先看一下这一手，这一把它是三分之二概率摸战斗牧师，那情况相对比较稳定，他摸到了战斗牧师，最终把这个雇佣兵招上去。那下一手牌是相对比较理想的，没有家族币的情况。这里我认为有没有家族币都还行，关键的核心点是战牧和雇佣兵得摸手上，否则会相对比较尴尬。但是战斗牧师雇佣兵方毕竟可以用家族币去招雇佣兵，所以容错率还是可以的。这里我们再说一下，狂战士方的手牌是轻骑兵、狂战和家族币。这里的天胡手牌一定是轻骑兵、狂战士、狂战士。这里轻骑兵第一动没问题，这里赶快雇佣兵控制没问题，然后这里招轻骑兵了，这里推荐还是招轻骑兵吗？我简单说一下情况啊。如果说这个此处啊，我们是2个狂战士，会有一个情况就是狂战士上点控制，下回合直接叫杀你，是有个叫杀的情况的。我在比赛当中也曾经是这样子输掉的。所以说，战斗牧师雇佣兵方啊，它的合理解决方案是：如果狂战上点，战斗牧师贴，一定要贴，逼你狂战士不能控制，你得把我战斗牧师砍了，砍了以后我们再说。因为狂战已经脱衣了，我们可以3级的雇佣兵上来再和你打个单挑。所以说，这里给大家注意，一定是狂战士上点以后，你战斗牧师虽然没有毕业，这里已经毕不了业了，但是一定也要上来，一定要贴狂战。不贴狂战一定是大裂的，所以说我们基于此进行以下的拆棋。那狂战士这边先选择了去招轻骑兵，是可以的。这里还有个思路是不招轻骑兵，不招轻骑兵是保证下回合多摸狂战。如果说你这个地方战斗牧师只能是叠了对吧？你怕忌惮自己战斗牧师被狂战砍死叠了，那狂战士也可以从容上点以后，下个回合多摸狂战是有利的。因为你是可以靠狂战士叫杀，然后轻骑兵只要完成控制就可以了，对不对？所以说逻辑上来说，应该是不招募这个轻骑兵是合理的选择。但是我们这边因为是拆棋，这边狂战已经知道战斗牧师一定会贴上来，然后将来一定是靠轻骑兵去叫杀他的，所以说这里就提前招了轻骑兵。大家能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战斗牧师一定会贴上来，已知对方一定会贴上来。那这里剑士就因为狂战士没有上点，这个地方剑士就可以先控制。好，狂战上点。那此时此刻我们摸了狂战加轻骑兵，那前面招轻骑兵的副作用完全抵消，因为你把所有的狂战都摸上来了，将来大概率也不会靠狂战叫杀嘛。我们也可以往下看。那这里是就是副作用消除，因为你守好，副作用消除了。这里因为还是2连狂战的问题啊。这里如果战斗牧师不贴，还是我前面讲的狂战先控，他们2个这辈子不要想走了，一走就被叫杀，你就不敢走，对不对？然后轻骑兵控，然后狂战士就在这边空过，然后等着轻骑兵叫杀就可以了。因为你这2个人谁都不敢走，所以一定要趁现在赶快走。走完以后，狂战士这里的拆棋是忌惮战斗牧师去杀伤他。所以这里选择是砍吧，先砍了。这里控可能也一样，控完以后应该是战斗牧师摸剑士，反正也是先让你不能叫杀，就是让你不能赢嘛，不能马上就能把我这个点控了。然后这个回合当中是可以出雇佣兵，然后再砍1刀的，砍掉2刀狂战士，狂战就不能一下子控掉你的点，狂战必须是个3级的狂战。加背包里1个狂战，然后是可以拿下2步上的点的嘛？就是正常我们所有人都是3步上点，3步上点的话就是身上2层加上手中1层3级，对吧？这里狂战就先砍掉了，选择砍掉了战斗牧师。
然后并且完成了控制，这里一样啊，这边还会再叠上去的，那没什么差别。然后因为轻骑兵这里还没空，轻骑兵这里还没空，所以就先选择动了这个固，嗯，然后轻骑兵选择控，这里没有讨论轻骑兵不控啊、轻骑兵跳点也没有意义，因为刀就被砍掉了，这里肯定轻骑兵控掉，然后战斗牧师填在这儿，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了。这样子的话，轻骑兵就没有办法一步绞杀，都得是两步绞杀。那狂战再叠，然后准备用轻骑兵绞杀他。这样子的话，背包背是个6B，这里略显尴尬，因为轻骑兵只能在这2圈当中上点。那这里啊，我们趁着这个机会是招剑士了，因为战斗牧师和雇佣兵他们也已经5点了，双方各自5点，准备开始互相绞杀。所以说这边交剑士是很合理的选择。这里简单看一下，这里狂战先叠，然后狂战是没有砍完的吧？狂战一下都没砍，那这里砍一下没什么问题。这里狂战再叠会比较尴尬，对吧？这里如果连摸2狂战，你此时此刻正好没有，你是不是就比较的尴尬？对，但是你雇佣兵不能不砍嘛，因为如果这回合双狂战就直接死了。但是这边地方狂战和狂战和轻骑兵摸的不太好，这里就直接上点。这里我们简单看一下，这里轻骑兵再填过去，慢性死亡，填这里一样，对吧？这部地方可以刀砍掉你。如果说这个地方是家族币啊，对方也是不太会在这个地方先走出剑士来了，一定等你走完以后，因为你没有办法上我这个点嘛，你贴我身我就把你一刀剁了，你不贴我的身我就再出门，你就面临一样的情况。所以说这边轻骑兵也没有梦想，这里选择叠了一下，叠一下可能是合理，然后这边剑士上点就直接赢了。所以这边我们再回头看啊，关键回合是这个回合的手牌，这个回合的手牌是取决于上个回合的，所以他必然会抽家族币和轻骑兵，这地方是必有家族币和轻骑兵的。那所以说你摸狂战呢是已经是比较好的吧？如果你是家族币轻骑兵的话，也就这样。这边招剑士，这边最差的情况是雇佣兵白，这里是必有剑士，雇佣兵白剑士，对吧？雇佣兵砍一刀，白什么空过一下，剑士再出来，下回合可能来面临2剑士，通过拉先获胜。所以总的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雇佣兵战目是优的，雇佣兵战目是优的。那我们再来回看一下，这边总体复数来说，战斗牧师雇佣兵没有抽的特别差，没有抽的特别差，但是狂战和轻骑兵抽的比较差。我们来看一下狂战轻骑兵抽的比较好的情况下，会不会对自己的情况有所改善？好的，这里我们直接快进到双方已经准备完成了。我们可以看到战斗牧师雇佣兵方啊，他们这里是大概是一个5B 的重新洗袋，然后起来摸应该是4B 的重新洗袋，起来摸了一个雇佣兵，然后最终动了一下元帅。那背包当中是名牌的雇佣兵和家族币。那狂战方这边已经抽到了最胡棋手啊，这边轻骑兵先跳，这边战斗牧师底没问题，狂战上啊、这里是有一个机会是狂战杀这个战斗牧师的，这里应该是一个败招啊。这边上去之后被这个你可以再叠，你要再砍，然后被这个雇佣兵打死。这边已经在上一期当中已经拆过了，我这里简单提示一下，不做讨论。这边先叠，狂战是上，好，然后雇佣兵赶快出，雇佣兵赶快出，这个家族币留手里啊。如果他控制了以后，你要拉先，对吧？这跟毫无疑问，所以得赶快出。那狂战这里看到雇佣兵上来是战斗牧师上来，先选择一手砍这个战斗牧师，看看砍战斗牧师会发生什么情况。战斗牧师砍了，然后为了背包当中轻骑兵的频率就不再爆，没问题。这里因为已经砍了战斗牧师，这边雇佣兵赶快贴，再不贴打不过了嘛。这边要赶快贴，然后这一手呢也是摸雇佣兵了，这里有10%的概率摸不到雇佣兵，咱们就不考虑这种极端情况了。狂战先叠一下，再砍一刀，
轻骑兵再招一个，然后下战斗牧师，然后这边元帅控制，这边狂战一叠，这里不考虑去拉仙，这里杀狂战意义不大。首先他没有控点，然后就没有叫杀嘛，就没有叫杀，对的，然后他还要把这个点完成控制，这里逻辑上可能会面临一个狂战不控自己这个点，去控这个点的情况，来避免一个你的先你不叫杀的情况，这里也是有可能的，不过不太，但是这样子的话，就是你这个点是空的嘛，雇佣兵再上来把这个点控了，我觉得就是双方互换一下点位，然后其实效果也接近。这里先选择一下狂战去砍掉这个雇佣兵啊，但从我们的逻辑推断上来说，是意义不是特别大的。我们可以知道啊，对方已经完成了几乎叫杀了吧？你再去把这个雇佣兵砍了，背包当中产生大量狂战时，严重影响了轻骑兵的频率。我逻辑上来说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但我们直接看一下结论。这边家族 B 就招元帅了，我们需要靠队友去压制轻骑兵的这个点位啊。那轻骑兵在控制，雇佣兵就落在这个位置，很合理吧？这里轻骑兵比较的难受，背包会变成个6B，背包变成6B，那逻辑上来说你是需要3步叫杀的。我们先不看啊，打个比方啊，你最糊的情况，下回合首先啊，下回合你必然有加速 B，对吧？你是必然有加速 B 的，那你是没有办法在下回合有概率赢吧？这是没有概率吧？你要轻骑兵出门以后，轻骑兵控制和狂战控制，逻辑上呢是有一个机会叫杀的，但是比较的慢。然后如果你这边出门，元帅就出来，你的叫杀的步数没变，但是你一定会拖延在下回合当中，就是也就是说你至少还需要4手牌嘛，因为你必然有一个加速币，你至少还有4手牌。人家的背包当中是元帅是可以走出门，走出门以后，只要最多也是2回合，别人有一个拉先，所以别人是个必胜的，所以这个地方走出门是一个必败的选择。那只能叠一下再看，然后元帅再走出门。这个地方没有抽到轻骑兵，相对尴尬的一点。如果抽到的话，逻辑上来说，你可以，你可以跳这儿，然后逼对面换个拉先，然后应该是元帅是2刀砍死你，对吧？也不用，人家是2步直接上你这个点，也可以，对吧？人家2步上你这个点。如果是家族币、雇佣兵和元帅的话，就选择元帅。如果你第一步啊跳，比方说你这个时候抽到了轻骑兵，你第一步跳回来，元帅走一步，雇佣兵叠了拉先，下回合上点控制，对吧？你下回合是后手，一定没有办法去反他的点。你最理想的手牌也是狂战轻骑兵嘛，轻骑兵过来，狂战是相当于走2步贴在人是在这儿的，然后元帅也是可以通过狂战走过来，应该是有点机会。那是然后元帅是不能拉先控制，不过也是要对方是最差手牌，然后怎么样，然后总体上来说，此时此刻啊，狂战轻骑兵方的劣势应该非常之大，很多手牌都是不能赢的，只有极端手牌需要对方手牌差，你手牌最好，才能勉强逼迫住这个元帅的上这个点控制。然后当然元帅也可以选择2刀砍死轻骑兵，把背包清光净后2刀砍死轻骑兵，在这个点位上下回合再上点控制，这样元帅是管不了的。所以说应该无论怎么打，轻骑兵方应该都必败了，对吧？我们已经分析出来都已经必败了。那归根结底原因啊，当年砍了这个雇佣，砍了这个雇佣兵完全没有意义。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再改进一下狂战的打法，看看胜率是不是有所提高。好的，我们这里依然快进到双方各自设置完成。这里我们看到战斗牧师雇佣兵他们的手牌是比较好的啊，这边应该是相对理想的情况。雇佣兵战斗牧师全都在手上，并且完成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这边还是轻骑兵先跳，雇佣兵控制，然后狂战上点。这里的战斗牧师要走出来，对，战斗牧师走出来，走到这个位置，然后随时准备拉先。这里狂战还是砍了战斗牧师啊，我们这边还是讨论砍战斗牧师的情况。OK，然后下一手牌是这样子。那这里雇佣兵还是招一个雇佣兵出来，
招一个雇佣兵出来。所以说这里我们再回头看啊，此时此刻的手牌好是最完美的，因为你的加速币就是雇佣兵，你要招雇佣兵出来，然后狂战对抗，所以这个地方如果说是你同时又抽到了元帅的话，其实有点卡的，其实有点卡的。这里双方的手牌都是比较好。哦，下一手遗憾啊，没有雇佣兵。不过我们这把打的是，战术是就是不去砍这个雇佣兵，反正你雇佣兵砍我一刀一刀，我就把这狂战士叠完以后，用轻骑兵去绞杀嘛，没有问题。轻骑兵先控制，这边出战是战斗牧师，然后狂战叠，元帅控制都没问题。这里再招轻骑，然后背包当中是双轻骑加双狂战。然后这里这个家族币就直接去招掉这个元帅了，因为我们知道将来要靠元帅去赢。好的，这里招元帅，然后这回合是抽的雇佣兵元帅。这里狂战先完成控制，这里呢控制完以后是有个叫杀的，所以说雇佣兵要先砍，哎，对，先砍，砍完以后狂战再叠，这是狂战既定思路，就不去砍这个雇佣兵，对吧？然后这个雇佣兵可能再砍一刀啊，确保把狂战砍废掉，也可以，也可以退，感觉退不如砍啊，退可能不如砍，叠叠的话可能要交拉先，下一回合别人摸一狂战就还是叫杀你，所以两刀砍死我觉得是最合理的选择。那这里轻骑兵是准备出门去叫杀他对，然后背包当中是轻骑兵和白，对吧？这边然后这边出门叫杀，这里元帅要走，这里我们已知可以看到，元帅方的手牌其实已经不重要了。这里如果抽双轻骑士，直接赢了，上点控制赢了。这里是50%扣抽双轻骑，那抽不到呢？抽不到，下个回合的手牌应该是无论如何都是至少是有一个家族币，有一个元帅的。那这个地方大概率再抽雇佣兵也可以，无所谓。下回合就是2个回合的元帅嘛，然后再上点再控制，通过这个拉先，必然也是可以赢的。所以这里就是大家打成一个50%的概率，一个五五开的概率，对吧？打成一个五五开的概率。那回到前面啊，双方应该都没有什么失误，都不太有失误。对的，这个回合，这个回合有一个回合他没抽雇佣兵，其实也完全不影响。其实也完全不影响。总的来说，元帅的频次稍微低了一点，但是因为前期的低换来了去贴身这个狂战，然后去把狂战去砍了，对吧？就是去压迫狂战，不能马上就直接爆点赢嘛，对吧？还是有点意义的。所以说这个地方打到后面是个50%。那总的来说，狂战方也是最优手牌了。那最优手牌的概率也是可能也是高达25%的概率。是最优的情况。那稍微劣一点的话，稍微手牌不那么优的话，我觉得应该可能就会更慢一点。这毫无疑问吧，因为你做的事情就是狂战上去控了，吃2刀，然后把狂战叠了，怎么样，对吧？你狂战摸得快，你摸加速币的话，就相当于轻骑兵会多一点，但是你狂战这里慢了嘛，所以总的来说应该是差不太多。这里最终达到了一个50%的概率。我倾向于这应该是狂战相对合理点。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狂战中途还是砍了这个战斗牧师的，这个战斗牧师是否有必要砍，对吧？因为如果你不砍战斗牧师的话，似乎你可以更快的去清完手牌，对吧？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狂战是不砍战斗牧师的情况。我们这里依旧快进到了双方各自完成自己的设置。这里战斗牧师方和他们是摸到了没有摸家族币啊，不见得是最好，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狂战士方他们还是依然是最好的25%的手牌。这里先跳先控都没问题，这里叠一下和上一点是一样的。这里战幕要走出来看狂战士方的举动，上来哎控一下，这里就被迫用骑士去完成这个拉先，这里一定要拉先了。拉完以后先砍一刀吧，避免让你接着叫杀我。然后因为这里已经摸到了战斗牧师啊，这里有25%的概率是摸不到战斗牧师的，摸不到我觉得是蛮鸡的，直接对对面叫杀了。然后摸到的话会好一点，那摸到的话，也就是说这个回合此时背包是4个币，也就是这4币是完全依旧是可以那个是怎么说呢，就是完全是可以摸到的，但是
就是第四个币是什么，其实是蛮关键的。我们可以看到背包当中一定是有一个家族币的，一定是有个家族币的，所以这第四个币啊，如果是战斗牧师，蛮记的，很尴尬，对吧？对面有可能直接赢了。如果是一个雇佣兵啊，第四个是雇佣兵啊，是还不错的。如果是个骑士啊，如果是个骑士，我觉得可能也一般。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砍一刀，我想想，这边砍一刀，如果是个骑士，此时此刻控掉，然后狂战再叠，然后你的雇佣兵会尴尬，上来别人跑点控掉，然后轻骑兵是赢不了的。狂战士方因为这个回合必然抽加速币，所以是赢不了的。所以那战斗牧师方只要摸到战斗牧师就是稳定结果，那我们就不多无期追源了。这边叠一下，这边因为是拆旗啊，我们已知没有轻骑兵，就是打的不太对。那逻辑上来说，应该是先砍一刀啊，砍死了之后再说怎么样嘛，对吧？这边招轻骑，然后这边砍一刀，然后摸了雇佣兵和这个蓝胖，这里应该还剩最后一个狂战士，因为狂战士这边砍了2刀了。这里叠，我们是看一下，这里如果是叠的话，就意味着你完完全全不用就是狂战士已经失去了一个威胁，所以说叠完之后，这个地方直接过去，你还是后手嘛。对面如果下回合摸雇佣兵，就是直接去卡死这个轻骑兵，就很难受，对不对？就还是蛮难受的。这里其实还有个考量是去招轻骑，可能也可以，但是这里大概率已经是不会再来管你这个狂战了，因为这个狂战是，已经是意味着你没有办法一步叫杀我，你上我点之后呢，我可以战斗牧师砍掉，或者雇佣兵再把你砍掉，所以就不需要再去管这个狂战士了。那这个狂战士，这个狂战士站在这里嘛，也是被战斗牧师去嫖，让对方每个回合多抽一个币嘛。就是隔3差5多抽一个币，所以说这里狂战士一叠呢也不太行，雇佣兵回去，这个轻骑兵控完之后就被别人一刀，然后也没有办法一步再上这个点，我其实是很劣势的，所以这里狂战士就选择了砍雇佣，这里砍战斗牧师也没什么意义，对吧？这很显然对方最没用的已经是战斗牧师了，这里还是选择去砍了这个雇佣兵，然后这个雇佣兵为了避免各种尴尬情况，先砍掉。再出再砍，然后再出，这里的骑士就直接叠了，这应该是最终的最后的一个狂战士了，就完全不用管你了。这里骑士就叠掉，因为这个地方已经马上就去叫杀他了，就是互相转换嘛，转换手牌之后，轻骑兵也一直没有控制，轻骑兵只能刚刚控制，完成了轻骑兵加速币的一个情况，然后这个回合因为又该抽战斗牧师了嘛，抽完之后直接塞上点，然后就控制完成了。这个回合抽什么都一样。那再来看看上个回合，如果你最差的手牌嘛，就是雇佣兵加速币和骑士。我先看看啊，这个回合没有什么必抽的牌，雇佣兵加速币和骑士可能会差一点吧，但是就非常极端，也就是一定要把骑士和加速币抽在手里，也就是大概是30%，30%的概率会比较尴尬。那剩下70%至少可以送给你狂战士2刀，而且如果是抽战斗牧师的话更狠，对吧？所以说这里总体上的看来啊，就是被人家提前去拉先，然后砍了这个狂战，似乎也不优，可能还不如当年砍战木以后博一个50%的概率，对吧？那总体上来说，各个打法上来说，好像是只有一种情况，在狂战士和轻骑兵比较糊的情况下，有个50%的胜率。那剩下也就是双方5-5开嘛，结合双方起手牌的情况啊，就是结合双方起手牌，战斗牧师、雇佣兵更不容易卡手，包括轻骑兵，你要求和狂战士出在2路，对吧？如果手牌不好，他们出同路，可能也就相对尴尬。所以说这里对狂战士方的手牌要求更高了。所以结合起手牌的考量，我觉得战斗牧师、雇佣兵应该是能接受这个对局的，除非是什么我没有考虑到的地方，对吧？这里是我们为大家讨论了单招轻骑兵的情况，包括狂战士中间的几个抉择都给大家看了一眼。那总体上来说，只有狂战士手牌比较好的情况下，能争取到一个50%的胜率，对吧？
那剩下的咱们就还有一种是轻骑兵双招轻骑兵的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双招轻骑兵的情况。这里我们再来看一看开局2次招募轻骑兵的情况，我们看一下发生什么，再来做一个总结。我们会简单看一下，这里开局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然后唯一的差别是，由于开局我们已经知道这边多招了一个轻骑兵，所以说狂战士少了，这里2级的工兵就可以赶上点，这边就直接上点，把这家族币我选择去招了这个战斗牧师，也是一个很合理的选择，是吧？战斗牧师完成了自己的控制，然后再招了个战斗牧师，然后这一手是抽了轻骑兵家族币。虽然没有最好但是我们下一手牌是最好的手牌。也就是说，他在2个回合里面只摸了1个家族币，对吧？那在从2个回合的角度上来说是一样的，都是打的比较糊。这里轻骑兵先完成控制，这里完成控制，轻骑兵这里要叠，因为轻骑兵叫杀的思路是偷这个点，所以他要从雇佣兵身边经过的，他是无论如何从雇佣兵身边经过的，所以这里先叠一下，叠完以后再招了一个轻骑兵。这里就不招狂战了，因为下回合一定有狂战，可以把这个点控掉，对吧？这边狂战也来不及再叠再上吧。2个轻骑兵嘛，可以这回合抽到了之后直接叫杀他嘛，招轻骑兵我觉得非常的合理。那战斗牧师最终出来要去这个点，那狂战士赶快把这个点控掉了。这边我们简单看一下，这里已经是轻骑兵是相当于还是2个回合摸了5个有条币吧。应该是没有手牌偏差。正常，如果因为你是先是一个75%的概率摸家族币，然后紧接着再是一个2%，对吧？2/3的概率摸家族币就是3/4乘以2/3，然后就是50%的概率是50%概率，对，是50%概率连摸2个家族币，对吧？所以说咱们是50%的概率是2个回合只摸1个家族币，是手牌比较好的情况。这里狂战是先把点控掉，先把点占掉了，然后战斗牧师是这里战斗牧师简单看一下因为这里是5个币的，不是特别好，是5个币的，有10%的概率根本摸不到战斗牧师，那应该是个大裂。那90%摸到战斗牧师的情况下来说，也就是说战斗牧师不在第5个币因为有战斗牧师，所以你能抽4个币上来。不在第5个币的情况下来说，相当于这个回合是摸2个战斗牧师，你都是能完成上点的。不过如果战斗牧师是有一个在前3个，有一个在第4个，是最理想的，可以一叠，然后上点，然后拉线，对吧？这里应该是这里是稳定拉线了，因为叠完以后是个稳定拉线，是稳赢版。如果是这个回合，比如说是个剑士，就是比方说吧，是雇佣兵、雇佣兵、战斗牧师，你第4个币是家族币，如果第4个币是剑士的话，就也还好。对吧？2步你可以上点，如果摸剑士或者摸雇佣兵就一起叠掉，也就是说家族币在第5个的情况下来说是也还可以的，也还是一个稳定叫杀吧。因为背包当中只有一个家族币，拉线以后是稳定叫杀，你拿别的币拉线就可以了。那只有那种第4个币是家族币，比如说雇佣兵、战斗牧师摸家族币，那家族币只能空过，然后雇佣兵拉线，也就是4个币摸2个币。也还是有75%的4个币摸2个币都没摸到，对，75%的概率是赢的，所以说这里应该是相对优的，只要战斗牧师不在最后一个，战斗牧师不在最后一个，对吧？所以说战斗牧师在最后一个的概率有多少呢？大约是，也就是说2/5，对吧？有40%的概率是战斗牧师在最后一个，也有60%的概率都还是比较优的。40%的概率是GG的。那当然前提还是轻骑兵方是摸的比较好的，它50%的概率，这里没有一步是浪费的从这个回合开始，从此时此刻开始，轻骑兵跳、控制、叠、走、狂战、控点，没有一个币是浪费的。所以轻骑兵但凡去少摸一下，那轻骑兵也是大裂。
这能理解吧？就他慢了一步，那战斗牧师方他们慢一步也就不要紧。所以总体上来说，我觉得此时此刻单纯靠狂战控这个点，然后用轻骑兵去叫杀呢，应该还是会慢一点的。但不代表没胜率。所以说，这也是我们回头再来看为什么两道轻骑兵的问题。两道轻骑兵的问题是在于你没有办法狂战叫杀了，也就是说你一定要有轻骑兵叫杀。那轻骑兵叫杀，无论是去这个点呢，还是去这个点呢，基本上要过对方队友的身边一次。所以说你轻骑兵需要一叠，然后还是一个两步上点，然后狂战是完成这个上点嘛。所以说这样子的打法呢，我这把拆出来是非常极限的。即便是非常极限，我们也看到战斗牧师方依然是有60%的概率，60%的概率是很优势嘛。要么是75%胜，要么是100%胜，综合胜率应该也是要接近80%到90%，对吧？那是60%的情况，40%接近必败，那还是在基于50%的概率轻骑兵方摸得好的情况下。所以说，我认为我根据我的研判啊，我觉得这里可能还是战斗模式雇佣兵更优一些。那如果说他这里不招狂战啊、招个狂战把他砍了呢，当然就是另一种结局了，对吧？这个地方如果是狂战摸得多，他还可以再转招狂战把这个地方砍了。不过这里多摸的轻骑兵呢，还是要一叠，然后雇佣兵上点再来和你对打，然后剑士也可以再来出门，再和你打。这地方我拆过了，因为篇幅时长的原因，我就不多赘述了。我认为还是战斗牧师雇佣兵稍优一点的。当然啊，我觉得有可能是我没有拆到的地方，也有可能这边拆棋这种东西肯定很会遗漏的嘛。思路上没有打开，所以这也是我想通过我的视频来做一些抛砖引玉。如果说大家有一些更好的思路，可以一把改变这个对局，那结论完全颠覆，你也可以成为你的秘密武器，在天机上猎杀别人，对吧？所以说，我认为这个游戏还是值得研究的，还是没有完完全全研究的非常透彻的。其实还有一些细枝末节的地方没有被研究到，那你研究的就是我们可以在下一次比赛当中期待你的发挥。那这边狂战士带着2个就是有速度的队友席卷重来，看似好像没有特别的重来，但是我觉得无论是搭配轻骑兵还是搭配侦察兵，都会让这个对局变得可以一战。虽然我对他的研判还是劣势，但是我觉得完全是可以接受的。综合胜率可能是4-6开了，至少是有4-6开，对吧？无论我们拆棋的结果，当然还要考虑到对方手牌不好的情况，对吧？当然你也会有手牌不好的情况，这都是不好说的。当然，也有可能，比如说轻骑兵出在同路发生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对吧？这就需要临场的选手去反应了。我们这边是只做一个大概率不卡手的情况下，双方手牌激进的情况下，双方优劣势的比较。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如果你坚持到能看到现在啊，我就希望大家能给我一个3连支持一下，谢谢大家，我是滩涂上的芦苇，我们下一期再见。